是李北斗，他竟然也出嫁了。君公子一个人的底蕴，估计都抵得上一个不朽势力了吧？我觉得可能都不止吧。有云族等势力的支持，我觉得应该没有他拍不下来的东西。诸位，接下来的这件宝贝可不简单呐！若非为了这次万宝大会，我万界商会也不会轻易拿出来拍卖。这是鸿蒙果啊！竟然真的是鸿蒙果，万界商会竟然会舍得将这等宝贝拿出来拍卖。鸿蒙果乃是在鸿蒙树上结出的果实，应具有鸿蒙精华与规则。鸿蒙树在苍茫星空几乎都绝迹了，传闻子宫世家可能还有一株，但不知是真是假啊。悠悠，你若得到这鸿蒙果，想必实力也会大进，能离鸿蒙道体更进一步。而若是能参悟出其中的精华规则，借助鸿蒙果的剩余能量，或许还能延缓那株鸿蒙树的生机。终于出现了。是他。悠悠，你认识他？之前幽影参加风华宴时，此人曾出手针对。哎，竟然敢和子宫世家叫板，出手如此阔绰，他的来历应该也不一般。此人貌似曾在前段时间的风华宴上出现过。哼，你们想得到鸿蒙果，做梦！鸿蒙果，有点意思。君逍遥，君逍遥，你还能拿出什么资本？真要与我一直竞拍下去？既然你这样执着，那就让给你了。徒儿不必气愤，只要你炼化此果，应该就能初步蜕变了。没想到，本来该是气运之子经常做的事情，结果轮到我来做了。想必诸位也知晓，每一次万宝大会都会有鉴宝切缘的环节，而这一次，我万界商会自然也会拿出诸多珍藏的原石供各位挑选，甚至还会拿出珍藏的9大奇石中的几块，说不定会有缘人能引起共鸣，有资格将其切开。诸位，话不多说，那么便开始吧。诸位，这块奇石名叫幽渊魔石，出自神秘的幽渊之地。这块石头十分奇异，能不知不觉影响人的心智，因此我们才要将其封存。至于这块幽渊魔石中究竟有什么，我等也并不清楚。不过，此石魔性极深，造诣道行不高者，还是不要轻易接触为好。诸位，这块奇石名叫山河奇石，也是十分罕见。虽然我们没有切开，但根据我商会中的原师判断，其中的东西价值应该不会太低，所以相应的想要将其拍下，所付出的代价也不算小。桑榆，你能看出什么吗？公子，我需要靠近一点观察。行。哎，看来君公子有些兴趣。这小姑娘究竟是谁啊？我倒是听说，之前在星耀楼，她和那位夜雨一样，鉴宝切缘，几乎是百发百中。莫非又是一位未来的元天师？哎呦，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君公子这般优秀，围绕在他身边的也都是不凡之辈。公子，根据桑榆初步探查，在这块原石内有某种玄妙的世界波动，而且极为不凡，应该会有不错的东西。不错，你说的很对。唉，这块山河奇石中应该有不错的好东西，可惜世界元种竟然是这种东西。若是没有内宇宙，凭借着世界元种，甚至可以在体内生生演化出一个世界；而若是有内宇宙，若能炼化这世界元种，也能极大的丰富内宇宙的规则。若是放在外面，这世界元种足以掀起一场极大的风波，乃至地境乱战。
诸位，这块奇石可不一般，不是能不能拍下的问题，就算拍下了，也不一定能将其切开。至少我们万界商会无法直接将其切开，一不小心，整块奇石都有可能彻底毁灭。所以提前告知诸位。夜雨，那块奇石你要想办法拿到手。什么？诸位，这块奇石正是9大奇石中的凌霄圣石，据说来自某一片神秘的空域之地，而且表面拥有特殊的原纹，以寻常方式无法切开。便是我万界商会的一些元师都是无从下手，所以诸位若想拍下此石，可要考虑清楚了。万一无法打开，那就有些鸡肋了。慢着，叶某想要拍下此石。是他，那位未来的元天师，他竟然想要拍下。祁亮，你确定有把握吗？我自然有把握。这块凌霄圣石上的原纹与天师道有关，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封禁原纹。但我造化天门气灵是何等存在，斡旋造化无所不能。我有把握能破解这上面的原纹。你只要把这块奇石拍下来，就能得到其中的好东西。你说你想拍下此石？这凌霄圣石虽然难以切开，但我们也知道其中定然有不凡之物。你的报价未免也太低了。诸位，我所给出的报价或许的确无法让你们满意，但如果不卖给我，你们难道就让这一块凌霄圣石一直放着吃灰吗？我可以有办法切开此石。什么？我没听错吧？他能切开这块凌霄圣石？你此话当真？那是自然，不过我需要拍下来，不然此石放在你们这里也是浪费。与其明珠蒙尘，还不如卖出点价钱。我的报价也不算太低。哼，既然给不了相应的价钱，那你想得到这凌霄圣石，无疑是做梦。你觉得你能切开此石，我们便愿意贱卖给你吗？我万界商会还没有缺钱至此。再说了，别说你只是有元天师天赋，就算是真正的元天师，我万界商会也不会忌惮。不错，我万界商会举办的是万宝大会，不是叫花子大会。别来这里乞讨，没有底子就乖乖待在一旁看着，没人拿你当哑巴。你们，君某觉得今日这块凌霄圣石的秘密或许会显露而出。桑榆，察觉到了什么吗？公子，桑榆好像能看得懂那上面的原文。桑榆，不必紧张，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我要拍下这块凌霄圣石。没想到君公子竟然要拍下，那可太好了。就是啊，君公子可不是叶雨那种土鳖可比的。君公子，叶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何事？我觉得还是不要贸然行事为好，万一无法破解，可能会导致凌霄圣石中的东西灰飞烟灭，到时候谁都得不到。好，叶道友倒是有心了。不过，就算灰飞烟灭，又如何？君某花钱拍下的凌霄圣石，给我的人练手，他能破解自然是最好。就算不能破解，导致圣石毁灭，那又如何？不过是一块原石而已，毁了就毁了吧。我去，不愧是土豪，君公子果真财大气粗，有钱任性啊！是啊，这凌霄圣石的价值，甚至堪比一些中小势力的全部家当。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如此潇洒呀？祁灵，那少女真能破解凌霄圣石上的原文吗？按理说应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那等原文就算在天师道中，也唯有核心成员才知晓。现在就算是有元天师在场，也难以破解。或许是我的错觉吧。难道这块凌霄圣石要碎了？这怎么可能？
成功了！七灵，你不是说一般人不可能解得开吗？是啊，可问题是，那位少女不像是一般人，她的来历似乎很不简单。公子，桑榆成功了。辛苦你了。那君公子，接下来，这莫非是元天书？竟然是元天书！传说中记载了极致的元术之道。传闻若是能参悟这元天书，别说成为元天师了，便是以元术之道触及仙道境界都有可能。元天书，竟然是这东西！可恨！今日多亏了君公子，倒是让我等开眼了。就是啊，没想到竟然能亲眼见到传说中的元天书。可惜，不是传说中的9大天书啊！若是切出那等天书，更能震动苍茫。不过，这元天书也是记载了极致的元术之道，可以称得上是9大天书之外的第10天书啊！桑榆，这本元天书，你拿去参悟修行。那是什么？莫非是某种来悟道的手段？不对，怎么感觉看上去像是真正的星空图景？那些星空界域，这真的是一幅地图。那个区域好像是种地墓所在的位置。种地墓是曾经苍茫大劫的一处古遗迹所在地。为什么天师道的标记会在那里？难怪之前从来没有人找到过天师秘藏的线索。原来天师秘藏的下落竟是隐藏在这元天书中。接下来，苍茫星空不会平静啊！种地墓将成为风云之地。不过，种地墓也不是什么善地。天师秘藏，哼，君逍遥，你倒是做了一件好事。不过君公子应该也没有猜到，元天书中竟然会藏有关于天师秘藏的线索。是啊，谁也不能预料到这一点。公子，桑榆也不知道。没事。怎么，你们谁想抢元天书？哪里，君公子说笑了。有我万界商会在此，谁敢违背规矩？那就好，毕竟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反正只剩下最后一块了，他君某索性也就一起拍下了。这自然没问题。竟然是一块玉佩，不过看上去似乎除了好看之外没有其他的了，和之前的世界元种元天书相比，倒是差了一些。不对，这块玉佩的材质不一般，怎么有点像空灵玉髓啊？空灵玉髓，这块玉佩，莫非是双里同心佩？好像与曾经古时的一位地之无上强者有关。传闻他爱上了一位凡俗女子，为了避免女子的寿元耗尽，无法与他长相伴，他便耗费诸多天材地宝，以空灵玉髓为主体，祭炼了这块玉佩。这双里同心佩可不仅仅只是好看，传闻此玉佩可以一分为2，其中一半戴在那位凡俗女子身上，她甚至可以因此受到那位地之无上强者的法则洗礼。这双里同心佩如同桥梁，可以沟通2人之间的能量，甚至有传闻连命运轨迹都能纠缠在一起，可共享气运。竟然有如此神奇！而这场万宝大会也是逐渐落下帷幕。在万宝界的另一处地域，有一方恢宏壮丽的城池，正是万界商会苏家的驻地。这次虽然只是订婚宴，但我苏家也绝对不会怠慢。订婚宴的各项事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苏家主倒是有心了，只是关于苏锦鲤那妮子，我听说她似乎对这联姻颇有微词。长老说笑了，那妮子就是之前没想明白罢了，加上之前曾和那君家小子有些许交集，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现在他已经想明白了。君逍遥倒的确是有些张狂，连我战族的人都敢杀。若非订婚宴在即，不宜多生事端，我战族绝不会就这样接过。
的确，我儿那时也是被君逍遥所折辱。人狂自有天收。君家不在苍茫星空，此子都能如此嚣张，若是在的话，岂不更是要上天？不管君家如何，我苏家可是一直站在天庭这边的。战族长老微微点头。我明白，我这一脉的战凌霄，不仅是天庭28星宿之一，未来更是有可能成为神殿神子级人物。到时候安排苏锦鲤那妮子成为神殿高层，也不是什么难事。那我苏家便先在此多谢了。苏家订婚宴就在万宝大会后不久，随着时间临近，没想到才见到苏锦鲤，他竟然就要订婚了。是，不过这对于苏锦鲤来说，也算是一个好事吧。苏锦鲤，他真的同意这婚事吗？这也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事情。我们都是同学，如果苏锦鲤是被逼的，那我们肯定不能袖手旁观。天人族来到，是李北斗，他来了。同为天庭28星宿之一，李北斗肯定会被战族邀请前来。战族终于来了，是他，战凌霄。不愧是天庭28星宿之一。战兄，多谢李兄前来参加战某的订婚宴。那位就是苏家嫡系大小姐嘛，早就对她有所听闻。传闻这位小姐行事有些出格，不修边幅，但是现在看来，绝对是一位绝世丽人呐。就是啊，哪怕是成为霓裳族的帝女，也是绰绰有余啊。在我战族，订婚有一门特殊的程序，便是双方将自身的一滴血融入姻缘杯中，缔结契约。苏家和战族的订婚宴，为何不邀请君某？是不给君某面子吗？君逍遥，你竟敢击碎我战族的姻缘杯，这是什么意思？果然，战族和天庭的名头想要镇住君逍遥，还是想得太过简单。什么意思啊？君某表达的还不够直白吗？君逍遥，今日是我苏家嫡系娇女的订婚宴，这是我苏家的事情。的确，我承认你有嚣张的资本，但莫非整个苍茫星空就姓君了？你视战族等霸族为何物？又视天庭为何物？天庭、战族如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若不是苏锦鲤姓苏，今日万界商会可能会少一方巨头。都说君家后人狂，今日倒的确开了眼了。苏家不行，那我战族呢？之前你在耀星楼杀我战族之人的事，还没和你计较，今日又来搅乱我战族的订婚宴，你是想与我战族彻底为敌吗？订婚宴，君某倒是没有见过这样的订婚宴，竟然给女方的元神中设下禁魂锁链，哪怕是现在的风月古教，也不会干出这种下作之事。你们战族倒真是丢了霸族的脸。什么？禁魂锁链？君逍遥心念一动，无形的灵魂力扩散而出，直接涌向了苏锦鲤。逍遥，逍遥，锦鲤，没事了。逍遥，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好了，锦鲤，接下来的事情我会替你处理。君逍遥，你今日你是要搅乱我的订婚宴了？所以你有意见？君家小子，今日你当真不离开？怎么？你们想对君某出手？尽管来。长老，这是我的订婚宴，应该让我来解决。我便是在天庭中都听说了你的名，没想到你比想象中的要更狂。看来我们之间的事情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你想对君某出手？怎么，你不敢？也行，
毕竟今日之事也得解决。你若能将君某击退一步，就算你赢；但倘若君某赢了，这场订婚宴彻底取消。你放肆！凌霄，你不必出手。怎么，对你们战族的妖孽如此没自信吗？还是说，堂堂天庭28星宿之一，连击退君某都做不到？我知道你这是激将法，但不得不说，你成功了。就让我来领教一下，所谓的君家之人能强到何种地步。战凌霄声血澎湃，悍然出手。果然，听闻战族的特殊血脉体质，能让他们将战意化为真正的力量。也就是说，战意越强，力量就越强。君公子是混沌体，而战族的体魄气血也极为不一般。看来，这是一场龙争虎斗。一道身影径直被震退，正是战凌霄。第二招，你什么意思？君某无甚耐心，只给你3招机会，接下来是最后一招。狂妄！那是战族的血脉异象，战血焚天图。听说，若是被这异象覆盖，就会像是身处于无尽的战场之中，面临永恒的战斗厮杀，永远也看不到尽头。3招结束，君逍遥抬起拳锋，只是一拳，在这一拳之下，战凌霄整个人如炮弹一般被震向远处。还要来吗？君某可以奉陪。我们走。战族与苏家的订婚宴取消。苏家，哼！千里，这场闹剧也算结束了。还记得曾经你问过我吗？你说，假如你出了事情，我会不会为你出头？我说过，不会允许你出事，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的话，说到做到。好了，还是先把一些事情处理吧。关于苏家，怎么会这样？经理堂妹，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苏家呀，你也是苏家人，能不能？苏家人，现在把我当苏家人了？那软禁我的时候呢？还有，我没有想到，你们竟然会用禁魂锁链禁锢我的元神。我们，逍遥，我现在不想看到他们。那好，经理，你不想继续待在苏家的话，就先随我离开吧。诸位既然看了一场好戏，那么便散了吧。没想到你会经历这种事情，此事我们之前并不知道。如果知道你是这般处境，我们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看来你们都认识。好了，不打扰你们了。苏锦里他也算是有了一个不错的归宿吧。青儿，我觉得你们对那君逍遥的了解都太浅显了。苏锦里和他在一起未必是好事，万一他不小心把我们的秘密……哥，关于君公子的为人，我们暂且不争论。难道你认为君公子这般维护苏锦里，也还只是为了利用他？也许他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目的。就是，我认同叶哥的话，那君逍遥不是善茬。君公子和战族交恶，你当然会站在战族那一边。而另一边，凌霄，你那君逍遥名不虚传，没想到这位君家后人竟然强悍如斯。他并没有尽全力，当然我也没有。不过，他的确是一个极强的对手。对了，凌霄，之前关于天师秘藏的消息传出来了，我战族应该也有机缘遗落在其中，关乎曾经我战族的一位强者，其中或许有你所需要的东西。我明白。在这件事结束之后，君逍遥带着苏锦里离开此地。对了，这是之前在万宝大会上的一块奇石里切出的小玩意儿，觉得刚好和锦鲤你相配。逍遥。
如果你只是打算说谢谢的话，那大可不必。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无需说这些。怎么，不喜欢？没有，绝对没有，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双里同心佩，在你那天才地宝录上有记载吗？这双里同心佩，材质乃是空灵玉髓，其来历史。双里同心佩，两个人佩戴才有意义。原来如此。逍遥，好像是我占了你便宜呢。我也不是没有收获。逍遥，其实有一个秘密，我之前一直没有说出口。锦鲤，既然是秘密，那就不必开口。我觉得所谓的信任，并不是说一定要向对方全盘托出一切，而是就算各自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也能绝对无条件的信任对方。我有自己的秘密，但锦鲤你也没有过问，所以我相信你。逍遥，你知道吗？一开始我也觉得，以我的锦鲤气运，应该不会遇到这种被逼婚的事情才对。不过现在，我好像明白了，遇见逍遥你，才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能被锦鲤你这么说，倒是我的荣幸了。其实，在被软禁的这段时间里，我就一直在想，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锦鲤，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应该是回不了家了，也不想回去。家？你的家不就在这里吗？在这之后，苏锦鲤也是和金逍遥说了苏家的一些情况。天命之争吗？逍遥，当初苍茫星空有很多势力站天庭那一边，当然也有很多势力认同君家的理念。不过现在君家毕竟不在苍茫，若是天庭刻意针对你，不必担心。虽说君家如今不在苍茫，但元族和天域仙朝也不是好惹的。况且这所谓的天命之争，也不是那种生死矛盾。对了，锦鲤，你不是喜欢寻宝吗？接下来种地墓那边天师秘藏出世，你应该很感兴趣。我当然是喜欢寻宝，不过不只是喜欢寻宝，而是喜欢和逍遥你一起寻宝。我们当然一起去。对了，你之前不是一直在搜集四大混沌元灵吗？你提到天师秘藏后，我突然想起来了曾经查阅过的资料古籍，貌似曾经那位天师道的道主就曾说服过虚无避风。天师道主？当然只是根据资料来看，那位天师道主说服过虚无避风。至于是不是能在天师秘藏中发现虚无避风，也并不能完全确定。只要有线索就可以。我相信有锦鲤你的气运加持，我应该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最后，有一人找到了金逍遥这边，正是玉家的娇女玉飞烟。锦鲤妹妹，人家可真羡慕你，有君公子这等绝世男子出手相助。如果有一天人家也能得君公子这般待遇，那可就得幸福死了。怎么感觉有点像他呢？君公子，你这一去，闹出的风波可是不小啊。是吗？我倒觉得不过小事而已。不过对于你们玉家等其他万界商会巨头而言，应该乐见其成吧。啊，对了，飞耶有一件事情想与君公子单独商量，不知可否？锦鲤妹妹，你不会介意人家暂时借走君公子吧？逍遥，你去吧，我一个人在这边继续看看。而这一边，在一处幽静的阁楼内，玉姑娘，有什么话可以直说。啊？难道君公子就没有什么事想和人家说吗？玉姑娘果真聪明，你应该知道我有什么事想说。 君公子是想让我动用玉家的力量，
对付那苏正言和苏红父子。聪明。毕竟万界商会的事情，最好还是由万界商会来解决。如果说搞垮整个苏家有点困难，毕竟苏家可是万界商会巨头。但如果只是对付苏正言和苏红等人，也未必没有办法。那就劳烦玉姑娘了。飞燕自然是愿意帮助君公子，不过铲除苏家的一家之主，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你，行吗？锦鲤在等我回去。玉姑娘有其他要求吗？人家比锦鲤妹妹差很多吗？而且君公子身边本就美女如云，多人家一个又怎么了嘛？玉姑娘若有事想商量，可以直说了。不愧是君公子，人家真是羡慕锦鲤妹妹。飞燕想说的是，在万界商会内，可能有内鬼叛徒。好，与劫组织或叛族有关。不过具体情况还没调查清楚。毕竟整个万界商会家族势力太多，盘根错杂，只是想给君公子提个醒。你如果要对付苏正言，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君公子要求的事情，玉飞烟怎么能不完成呢？那便有劳玉姑娘了。玉家需要什么，只管说。苏锦鲤，你倒的确是攀上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只可惜这也是我的目标啊。种地墓乃是曾经苍茫大劫所遗留下来的古迹之一。那黄撵中的身影，莫非是黄彩蝶的那位姐姐，天妖皇族的绝代女子，天庭28星宿之一的碧月乌？天哪，竟然跟着这么多人！我听说这一位有后宫美男3000，皆是被他的魅力所俘获折服啊。说是这样说，但他似乎只把这些人当作苦力和手下使唤，从来都没有临幸过。后宫美男3000，却没有一人真正能得到这一位的青睐。谁如果能征服得了他，那该有多大的满足感呢？你想多了，这种女子不会被男子征服的。没看到吗？那些想征服她的，现在呀都乖乖的给她拉撵车了。天师秘藏中，很可能有龙皇本源果出现，一定不能被始祖龙族的生灵夺去。我一定会全力出手，夺得龙皇本源果。放心吧，姐姐，你还带了这么多人手来，看这次谁能争得过我们凤凰羽族。整个天师秘藏范围极广，几乎可以说是自成空间，其中更是遍布有诸多天师道的古老禁制阵纹。即便以老朽的元术修为，也不可能完全破开一切阻碍。真想深入其中，可能还需要借助元天书等器物。而在天师秘藏的某一处，有着2道身影正在此地探索，正是叶雨和他的妹妹叶清浅。哥，前方似乎有些凶险，遍布一些杀阵禁制。放心，还不相信你哥吗？那是造化之气。叶雨，我需要那东西，如果能得到，我的力量就能继续恢复。造化之气，看来我还真是走运呢。叶雨，这个人不简单，他身上有着鸿蒙的气息。鸿蒙气息，莫非是鸿蒙道体？应该还不至于，但此人的秘密好像不止如此。不过我也不能完全窥探，不然会引起他的注意和警觉。那该怎么办？你可以通过地师一脉的手段，尝试操控此地禁制阵纹与其周旋，然后找到机会离开。如果能收走造化之气，那就更好了。我们是群英殿弟子，阁下何不报上名号？群英殿，哼，群英殿又如何？此处机缘是我们先发现的。啊，我记起来了，你就是万宝大会上的那位元师。你在拖延时间。
没想到这2颗韭菜竟然碰在一起了。你们先进入，我离开一下。晴儿，我们无怨无仇，你却这般出手，就算将造化之心让给你都不行。这笔账，我叶雨记下了。有意思，你的实力并不算顶尖，但手段却层出不穷。看来你还有不少秘密啊。叶姑娘，你可无碍。君公子，君逍遥，此人就算是混沌神体，但肉身也未免太过妖孽。没想到又见到了你，看来你的确很不简单，身怀鸿蒙气息，不会与子宫世家有关吧？万宝大会上的事情，我可还记得。所以你炼化了鸿蒙果，就觉得自己能行了？徒儿，你若继续下去，情况不妙。眼下阶段不宜与他争斗。鸿蒙，你先离开，为师来断后。如果我能得到天师秘藏中有关鸿蒙气息的机缘，想到这儿，鸿蒙也是一咬牙，抽身就想退去。你这是第几次逃遁了？那时在风华宴时也是如此。不愧是君公子。君公子，杀气何必那么重？放过我那徒儿一马又如何呀？你是他的师尊？妾身风月谷教教坊司司主，见过教主大人。风月谷教教坊司司主，你倒真是让我有些意外了。其实意外的是妾身才对呀。妾身还以为风月谷教早已经消失在苍茫星空之中，没想到竟然能被君公子你重振门楣，甚至还在霓裳族风华宴上曝光身份。哼，连妾身都是对君公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呢。你这算是在帮他拖延时间吗？哎呀，君公子现在身为风月谷教的教主，妾身倒是不想与君公子动手呀。你的修为境界的确不一般，但现在只是一道元神，就想挡住君某断后，未免也有点太天真了。君公子，严格来说，我们可是同宗同门的传承，你忍心对人家动手吗？你说同宗同门，可是却想阻碍我。看来你也并没有真正的把我当成风月谷教教主。唉，妾身其实是有原因。因为那座塔？具体情况3两句也难以解释。不过，妾身的确是没有想与君公子为敌的想法。既然你不愿与我为敌，又是曾经风月谷教教坊司的司主，那为何不加入我这一边？我所能给你的东西，又岂是那人可比的？实不相瞒，妾身现在被困在鸿蒙金塔中，只有鸿蒙道体才能彻底掌控鸿蒙金塔，让妾身脱困。而现在，只有他才能做到。况且他也是妾身的弟子，作为师尊，自然也是要护他一二的。那倒是可惜了。不过，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这样对待他，但他不一定会回报于你。怕是你一片良心，喂了狗。妾身那徒儿，虽然有时候傲气莽撞，自尊心极强，但他应该不至于如此。其实妾身也劝说过，让他不要与君公子为敌。可惜……行吧，本来还想拉拢你来管理风月谷教。是啊，倒真是有点可惜呢。也罢，你离开吧。什么？一位地之无上强者，加上还是教坊司司主，的确有拉拢的价值。你好歹也是风月谷教教坊司司主，算是半个自己人。不过也仅这一次，若是之后再遇上，君某可就不留手了。教主大人的段位果然高呀，难怪会在风华宴上把那些小蹄子迷得找不着北。这般风度，连妾身都有些心动了。这边在一处虚空之中，师尊不会有事吧？
那君逍遥手段颇多，并不容易对付。哼，他如果元神被灭了更好。放心吧，好歹本宫也和他斗了那么久，他有几斤几两还是知道的。就算是元神状态，也不会有什么事。而没过多久，一道翩然倩影降临此地，正是夏飞影的元神。师尊，那君逍遥，他没有对我出手。什么？怎么可能？他……师尊，那君逍遥没出手，就这样让你回来了？他可绝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不相信为师，还是觉得为师身为风月古教的人，会站在君逍遥那边害你？当然不是，弟子绝对没有。为师跟你说过，那君逍遥，只要你敬他一尺，他自然会敬你一丈，何必非要与他相争？他姓君，又背靠云族和天域仙朝等势力，你和他斗，讨不到什么好果子吃。行吧，你接下来行事可要小心了。师尊，你为什么？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君逍遥，他和师尊说了什么？是想拉拢师尊吗？同为风月古教，不是没有可能。没关系，鸿蒙金塔归我掌控，也只有我才能蜕变为鸿蒙道体，帮助师尊脱困。也就是说，师尊的自由在我手中。我若不愿意，那君逍遥又如何能从鸿蒙金塔中救出师尊？另一边，君公子，可惜查大人跑了。君公子出手相助，向前感激不尽。叶姑娘太见外了，可君某有这么陌生吗？况且我与叶道友，某种程度上说算是旧识了。这天师秘藏凶险应该不小，叶姑娘身为丹师，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不如你们随我一起。这合适吗？要不我们就……君公子，先前愿意。清浅，我就不了，我比较喜欢一个人。叶大友既然想一个人，那便随意。那叶姑娘便随我一起。另外，这造化之气，你拿去吧。君公子，你可真好。君某一向以诚待人。哥，你一个人要小心点。叶清浅便跟随君逍遥离去。夜雨，稳定心神，别气馁。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长跑。一时胜败算不了什么，能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说得很好，别再说了。我夜雨无论如何都不会要那君逍遥的施舍，我的尊严不允许我低头。我若吸收那鼎中的造化之气，定然会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能力。齐灵，这是你要的，与我无关。并没过太长时间，叶雨在另一处有机缘出世的地方碰到了一大批人。是你？彩蝶，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叶雨，他是一位元师。是的，在万宝大会的时候，此人倒是展现了不凡的元术手段，更有人说他有元天师的资质。那好，你叫叶雨是吧？我凤凰羽族要在这天师秘藏内寻找到龙皇本源果，你若是能帮我们找到龙皇本源果，好处少不了你的。我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这龙皇本源果不仅对我凤凰羽族有大用，对于始祖龙族同样有极大的效果，他们也在找寻，所以我凤凰羽族必须要提前找到。你既然是元师，那应该能帮助我们。当然，还是那句话，好处也少不了你的。好吧，我答应了。还算你识相。此刻在天师秘藏某一片神秘区域之内，果然，应该就在这片区域之中。那前面有什么机缘？就在那深处吗？果然，这机缘是属于我的。那是
劫战地，吾之后人。前辈，果然是吾之后人。什么？前辈，你还活着？吾只留有一缕意识罢了。但若真想复苏，需要炼化浩瀚的能量。炼化能量？前辈，晚辈会想办法令前辈复苏。既然如此，百劫战地神念一动，战凌霄顿时就感觉到某种明悟，他的修为境界竟是又迈上了一个小台阶。多谢前辈。终于可以离开此地了。竟然是百劫战地，他还活着。若真是如此，那对我战族而言，倒是一个好消息。是啊，若是有百劫战地相助，那这次在天师秘藏中，我们的收获绝对不会小。不过，想要让百劫战地复苏，需要能量。老夫觉得可以将此地有机缘的消息暗中派人散播出去，吸引其他人前来。长老，这样会不会不太好？若是暴露出来，我们战族会遭到诸多针对。怎么可能会暴露？我们战族也不知晓百劫战地竟然还活着，不是吗？况且，既然选择进入天师秘藏寻宝，生死本就自负，难道那些势力还能怪到我战族头上不成？长老说的不错，救出百劫战地比什么都重要。这会让我们在天师秘藏内占据先机，甚至可以从君逍遥那里夺来元天书。这样一来，天师秘藏深处的机缘，我们也有可能得到。那就这样行事。而另一边，君逍遥这边，现在在天师秘藏内，所有人遇到机缘都怕泄露出来，恨不得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但这个消息却传播如此之广，让不少人都知道了，有意思。逍遥，你是说其中有诈？那我们还去吗？去，为何不去？不过多时，君逍遥一行人终于是来到了这片区域。桑榆，有什么发现？公子，这片区域不简单，似是有某种古镇，而且那儿有些阴森的气息，怎么感觉像是一处养尸地？哦。而就在这时，在另一个方向，是战族，是那战凌霄，他们不会是针对君公子而来吧？不是冤家不聚头，君逍遥，我们又见面了。的确是巧合。关于此地机缘的消息，莫不是你们战族刻意放出来的？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在订婚宴上，你我都未尽全力，今日何不试试？订婚宴上你不行，难道今日你就行了吗？那便来试试。那是战族的秘法吗？我怎么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炸开了？这是战族的神秘步法，不仅能增幅自身力量，更拥有着某种威慑效果。竟然还与我近战，看来你是有所手段了。如果还只是那日的招式，那倒是可以结束了。意识是我战凌霄无法超越的，这就是战神偶的特殊之处，不仅是傀儡，还是战甲，穿在身上不仅是防御器，更能增幅修为、战意等等。战凌霄这已经算是技术法器了，然而君公子还没有动用任何神兵利器。战族的血脉神通就这样被一拳击溃了，有点意思，但是不多。凌霄，怎么会？我竟然会输！君逍遥，你怎么留他一命还不够吗？
君某已经算是给你们战族面子了吧？君逍遥，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的。而就在这时，这片区域忽然仿佛有惊雷炸响。不好，有阵法，快退！前辈，此人乃是混沌体，对于你的修为恢复定然有帮助。此人是战族仙人，莫非此地的阵法也与其有关？不过，难道吸引我们前来此地的消息也是陷阱？这都是战族的阴谋。桑榆，能破开此阵法吗？公子，这阵法十分复杂，能够破开，但需要一些时间。战族，这竟然是你们的阴谋！战族，你们做的果然够绝！既然进入天师秘藏寻宝，那就是生死自负。你们因为贪婪被吸引而来，与我等何干？而且，就算是我等做的，你们又能如何？莫非敢报复我战族吗？然而就在此时，这怎么回事？前辈，你现在还没有察觉出来吗？其实百劫战地本就已经陨落，它不过是百劫战地尸身中蕴藏的不甘怨念所衍生出来的新的灵智。他和你们战族可不是一路人呢。你在利用我！你果然是个废物，亏我还助你提升修为，甚至赐予你一滴战血，结果依然如此不堪。你怎么会如此？死了，战凌霄死了！妈的，我去！整个战族除了秦琼之外，包括战凌霄在内，绝大多数都陨落了。虽然那家伙是个废物，但不得不说，他说的不错。你的混沌身体的确蕴有无边的力量，甚至可以说，这百劫战地的腐朽之躯都远不如你。唉，我的肉身倒是香饽饽，这么多老东西都惦记着。不过那些惦记君某肉身的，皆已经灰飞烟灭，而你不过是百劫战地尸身残留的怨念所诞生的一道模糊灵石意志而已，可远远无法与真正的百劫战地相比。还真是后生可畏呀！那你可以试试。你们退后。还有桑榆，你要想办法把此阵破解。小瑶，你要小心啊！英雄可不是那么好当的。谁说君某要逞英雄了？只是那些人在此，君某不好完全发挥罢了。咦，这怎么可能？先前圣体倒退。之前和那战凌霄对决，着实有些无趣。现在就让君某来领教一下战族强者的真正手段。狂妄！即便本帝只能调动1/10的力量，也非是你所能敌。君某倒是想和真正的百劫战地交手切磋，只可惜你似乎还远远达不到那个程度。是吗？这就是你的底牌。这百劫战境虽然并不完整，但是对付你足够了。怎么会？君某说过，若是真正的百劫战地，那我会很感兴趣与其一战。可惜，你这一道怨念还是太弱了。多谢姑娘，我等都欠姑娘一个人情。不用谢我，谢公子吧。是他挡住了那百劫战地，桑榆才有机会破解此阵。
对了，君公子，君公子，你，君公子，那百劫战地，已让他再度沉迷。好了，此地事了，我们也离开吧。唉，不愧是君家的公子啊！废话，当初君家能以一方家族之力与整个天庭9大神殿进行天命之争，这一族的人那能弱吗？不过君公子也的确逆天就是，哪怕在曾经妖孽如云的君家中，如君公子这般人物也是独一无二。不过战族这次损失惨重，战凌霄更是陨落，怕是会掀起不小的风波。那又如何？战凌霄又不是君公子杀的，天庭和战族还能怪到他头上去不成？虽说如此，但战凌霄之前毕竟败于君逍遥之手，而且别忘了，在天师秘藏内，可不只有战凌霄一位28星宿。看来接下来在天师秘藏中还会有不小的风波呀。天人族这边，李北斗也是得知了消息，这君逍遥果真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物。只要能够得到8宝玄光镜。而另一边，凤凰羽族也得知了这件事，倒是没想到那战凌霄竟然会是这种结果。不过他既然陨落，之后自然会有其他人取代他的位置。倒是那君逍遥，的确是个有意思的人物。若是能将他也收服。与此同时，在天师秘藏另一片区域，果然就在这片区域，我就说了，身为曾经的天师一脉，天师秘藏中怎么可能没有与鸿蒙相关的宝贝？哼，上次万宝大会，我们想要拍到那鸿蒙谷，若是下次再碰上他，定要让他明白，得罪我子宫世家会是什么后果。诸位，还是要小心。还真是巧啊！倒是没想到，上天竟然给了我一个复仇的机会。怎么可能是你，子宫盟？竟然是你小子！没想到你也来到了天师秘藏，而且还敢出现在我子宫世家面前。子宫盟，没想到竟是你这个孽障！难怪之前在风华宴以及万宝大会上，你都在针对幽影以及我子宫世家。你们才反应过来，是否有些愚钝了？原来真的是你。子宫幽影，我的鸿蒙之心可还好用呢？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家族对你的计划。哼，你不知道，你认为我会信吗？信不信在你，与我无关。我只是告知你这一事实。子宫幽影，当初我诚心待你，你却这般负我。但面对那君逍遥，你却像是一个谄媚倒贴、摇尾乞怜的贱人。放肆！子宫盟，你这个孽障，真以为今日你能活着离开吗？今日该死的是你们，你们全都要死！什么？你还有鸿蒙之心？好，你们既然如此将生死置之度外，那我便成全你们。子宫盟，我子宫世家绝对不会放过你。是吗？哼，你以为你还能活着离开此地吗？啊！怎么可能？鸿蒙金塔怎么会在你手中？子宫幽影，你若愿意屈服，我也并非不可以饶你一命。你就算杀了我，也不可能让我低头。我可不会让你死，我要你亲眼见证子宫世家嫡系在我手中覆灭。幽影姑娘，你没事吧？君公子，君逍遥，怎么会？君逍遥，你怎么会出现在此？君某自己寻来的。夏飞影的元神从鸿蒙金塔之中浮现而出。师尊，不可能是你！鸿蒙，你在说什么？师尊，你是风月古教教坊司司主，也一心想重振风月古教，之前更是对着君逍遥另眼相看。你是在怀疑夏前辈吗？其实说实话，
夏前辈身为风月古教教坊司司主，那时候君某的确是想竭力招揽，奈何夏前辈对你有师徒之情，断然拒绝。有这么好的师尊，连君某都有一丝羡慕，你竟然还怀疑？师尊，我……唉，夏前辈，要不你还是跟着我吧，跟着这个白眼狼有何意思？君逍遥，你在说什么？我的师尊怎么可能会站在你那一边？师尊，是徒儿错了，不该怀疑师尊的为人。君逍遥，都是因为你！恼羞成怒了。在这般阵法的压制下，你也未必无敌。无敌不无敌，在我而不在你，你更没有资格评价。如果你是真正的鸿蒙道体，那还可以与我切磋一二。但是你连后天鸿蒙道体都不是，又如何与混沌体争锋？君逍遥，事情真的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吗？你是霓裳族千雪圣后，扶摇光，是本宫的女儿。师尊，你先去找寻那机缘。鸿蒙没有多说废话一句，身形骤然退向了远处。千雪圣后，你要阻止我？无论如何，本宫终究也算是他的师尊。你认为他可靠吗？千雪圣后，你真想阻止君某？不过你似乎忘了，此地还有阵法覆盖。你想做什么？要灭本宫之魂吗？当然不会。虽然我对扶摇光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毕竟有婚约在身，或许我也该称呼一声岳母大人。既然是岳母大人，那我自是会救你离开鸿蒙金塔。你怎么知道？是夏飞影那妖女告诉你的。这鸿蒙金塔可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唯有鸿蒙道体才能掌控。你做不到。金逍遥只是笑笑，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袒露自身是鸿蒙道体，因为时机未到。千雪圣后，请便。他轻哼一声，没说什么，转身离去。多谢君公子出手相救。没想到你们子宫世家遇到了这种事。不过那子宫盟应该还会留在天师密藏搜寻机缘。你若再碰上他，情况不妙，不如跟我逍遥盟一路。多谢君公子。幽影总算明白了，之前家族里说，幽影将会遇到劫数，唯有遇到贵人，才能帮幽影解除劫数。原来君公子就是幽影命中的贵人。哼，是吗？君某虽不觉得自己是什么贵人，但能结交幽影姑娘这样的朋友，倒也觉得不赖。关于这子宫盟，之后我也会关注他。幽影也会通知家族，这次这么多族人陨落于此，不可能就这样接过。与此同时，另一边，扶千雪也是和鸿蒙会合。师尊，你无碍吧？为师无事。师尊，那君逍遥对你，他能对我做什么？难不成你怀疑完夏飞影的妖女，现在来怀疑我了？徒儿不敢。扶千雪没有说什么，元神也是遁入了鸿蒙金塔之中。我如果真的将两位师尊彻底放出鸿蒙金塔，他们或许会永远离开我，不再与我产生丝毫瓜葛。而在各方势力的探索队伍之中，有一方势力颇为醒目显眼，赫然是10大霸族之一的始祖龙族。王金大哥，这次有你带头，我们夺得那龙皇本源果，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倒也未必有那么轻松。那龙皇本源果，不仅是我们始祖龙族，想必凤凰羽族也是极为渴求。若是和他们碰上了，少不了一番麻烦。毕竟天妖皇族的那一位也在。不过，我也未必不能与他争锋。而且听说，那些想要征服他的男子，最后都成为了他的追随者和奴仆。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海若，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主人啊？
等我们找到龙皇本源果再说吧。公子让我们待在始祖龙族，是想让我们变强，只有变强了，才能帮助到公子。龙皇本源果对于我们龙族来说很重要。不过我觉得，之后我们应该会遇到君公子。是主人的气息，真的是公子。他就是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君家妖孽。瑶儿，海若，许久不见了。我们本来就打算想去找公子您，没想到现在刚好碰上了。之前也是因为诸事繁多，所以没有空去始祖龙族看你们。不过你们的进步速度倒是不错。主人，有件事瑶儿想和你说。那龙香地少竟然想和瑶儿联姻，他们那一脉也是极力想要促成此事。哦，然后呢？哼，我当然是拒绝了。现在瑶儿在太虚古龙族的地位，可比那家伙高多了。看来太虚古龙一脉还不算太傻。不过，有些癞蛤蟆的确是想得太美了。龙香地少身影骤然倒退，我的人，你少惦记，不然下次取你命。君逍遥，你太过了，这般挑衅是不将我们这些龙族放在眼中吗？看来你们还挺有自知之明。君逍遥，倒是久闻你之名。不过你这般出手挑衅，伤我始祖龙族族人，有些过了吧？君某倒不觉得这是挑衅，只是帮龙瑶儿撑腰罢了，省得什么阿猫阿狗都来惦记。还是说，你们不认为龙瑶儿是始祖龙族的人？就算此事不提，君逍遥，你可还记得，在遗失之地，你抢走了玉龙王龙元，这是我始祖龙族的至宝，你难道不准备归还吗？归还，当然可以，你可以亲自来拿。如今我们的目标是龙皇本源果，若是在这里与君逍遥争斗，万一出现损失，到时候可能玉龙王龙元得不到，龙皇本源果也会错失。在天师秘藏内并不安全，你们就暂时跟在我身边吧，比跟着始祖龙族那一帮生灵要安全。君公子，还记得人家吗？范心姑娘，君某的记忆力可还没有这么差。不知范心可否有幸与君公子同行？当然可以。范心，你这是为何？我想如何是我的事情。你身为光明龙女，不与整个始祖龙族站在一起，反而胳膊肘往外拐。哼，范心，你会后悔的。好了，不必理会。到时候没有出力的人，自然不可能分得龙皇本源果。龙皇本源果吗？桑榆，能推演出那龙皇本源果的所在之地吗？桑榆可以一试。我们走吧。另一边，凤凰羽族，我感应到了龙皇本源果的气息。姐姐，龙皇本源果就在其中。龙皇本源果，始祖龙族，此地机缘是我凤凰羽族先找到的。说这种话，不显得愚昧吗？我们始祖龙族可不会惯着你。多说无益，看来唯一的结果就是打一场。敖天幽，在群英殿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交过手，现在倒是可以试一试。哼，你不是在万宝大会上惨败给了那君逍遥吗？哼，我也听闻你在君逍遥手中吃了不小的亏，丢了大机缘。始祖龙族的诸位，这龙皇本源果就不能让给人家吗？不愧是美名远扬的天妖皇族贵女，今日得见，果真惊艳。原来是焚天炎龙一脉的少主。今日我想要这龙皇本源果，不知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呢？如果是其他什么机缘，那在下倒也愿意博美人一笑。只可惜，这龙皇本源果关系甚大。那倒可惜了。今日这龙皇本源果，我凤凰羽族要定了。你们给我挡住他。是。你做的倒是不错，可有兴趣加入我麾下？
多谢黄姑娘的邀请，只可惜叶某自由自在惯了，暂时还没有附庸谁的想法。可不要小看此女，她是一位星辰之主。叶雨，如果你能和她交好，说不定以后还能吃软饭。这龙皇本源果，君某倒也有些兴趣。天妖皇族的贵人，又是天庭28星宿之一，君某倒是也有所耳闻。君逍遥君公子，百闻不如一见。之前原本也想去拜会你一面，只是一直在闭关修行，没想到我们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君公子，你身为人族，龙皇本源果对你而言效果并不大，但对我凤凰羽族而言却是极为重要。之前你虽然和彩蝶等人产生一些冲突，但都不算什么。倘若君公子愿意让我得到这些龙皇本源果，那就算是我欠了君公子一个人情了。抱歉，在君某眼中，你好像还没有这龙皇本源果香。君逍遥，看来你似乎是想拒绝我凤凰羽族的善意。不将龙皇本源果让给你，就是拒绝凤凰羽族的善意。你们这些龙族凤族，果真自视甚高。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听闻拜凌霄战于你手，倒是令我有些好奇你的能力了。我的能力，你应该承受不起。你们也不想龙皇相争，最后却是人族得利吧？所以，我们两族先合作，之后再论龙皇本源果的归属。可以。君逍遥，你狂得有点过头了。今日，便让我来领教一下。不妙，果然无用吗？你继续这样藏着掖着，是不想得到龙皇本源果了吗？我顿龙真手段，怎能击退他？混沌体果然棘手。灭龙真，王渊玉，你这手段可是有些阴毒。果然有元神兵守护元神，我自然也是知道这灭魂针奈何不了你，只不过一些小手段罢了。你们既然已经展现了手段，那便也试试君某的手段。不愧是红鸾魅星之主，看来这仙女狐还奈何不了你。看来你已经知道了。不过也是，听闻你得到了紫薇帝星，紫薇帝星乃是药世7星之首，能隐约感应到其余星辰也不意外。君逍遥，倒是差点忘了，你还有风月古教教主这重身份。不过此炉对于其他女子而言可能有极大的克制，但对我而言却是毫无半点作用。其实同为星辰之主，我们之间可以合作去寻找其他星辰，只要你肯将龙皇本源果让给我。合作？你觉得我需要吗？那你要如何才能给我龙皇本源果？说实话，君某之前大多是骑龙，后来黄羽甘愿成为君某坐骑。君某发现这凤凰坐起来倒也舒适，更别说羽毛柔软，就像坐在毛毯上一样。君逍遥，你放肆！其实你想错了一件事。你说仙女炉奈何不了你，那可不一定，只要能够压制你体内红鸾魅星的力量即可。你不敢杀我，你在忌惮。我觉得你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为好。随着君逍遥催动紫薇帝星的力量，只是简单的一掌压下，黄元玉的娇躯也是倒退。君逍遥，我一定。肉身还算不错。凤羽族，原来如此，与他有关吗？也罢，看在他的面子上，放了你这一次。这不可能，黄月玉他……你还想继续吗？君某倒是不介意。君逍遥，凤凰羽族的众人都住手！我们走。看来你还不算傻。君逍遥是什么先天桃花圣体吗？
怎么每个女人好像都能和他产生关系？这不是主角才有的待遇吗？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君逍遥，山不转水转，以后的日子还很长。黄元玉，你，我们就这样走了，玉龙王龙源还在他手上，那怎么办？你打得过吗？多谢主人。诸位，虽然这龙皇本源果数量有限，不可能分给每个人，但此地还有龙凤血池，这同样是一个不俗的机缘，最少也堪比4、5星的宝地。诸位可以在此修炼。多谢君公子。时间流逝，凤凰羽族这边，黄渊玉，你的脸色似乎不太好看。与你何干？听闻你们的目的，似乎是寻找龙皇本源果，莫非出了什么事？不知能否和你单独商量？商量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合作。合作？和你？不错，合作一起对付君逍遥。对付君逍遥？你和他有何恩怨？我和他注定要对上，因为他身上有我所需要的东西。当然，对你来说影响也很大，毕竟你可是红鸾魅星之主。我知道，你心中定然有所猜疑，不过这些都是可以暂时放下。我只要找到一样东西，就可以对付君逍遥，乃至镇压他体内的星辰之力。到时候，你就可以找回场子，甚至夺回龙皇本源果。你果然不是一般角色，虽然能成为天庭28星宿的人都不是简单角色，但你似乎更不简单，有所秘密。哼，每个人都有秘密，不是吗？况且，我的提议对你应该有吸引力。毕竟我觉得那君逍遥应该也有所野心，想要集齐所有的星辰，他身上也有不止1颗星辰。什么？所以他若想集齐星辰，你的红鸾魅星自然也得被收走。李北斗，你觉得我会就这么天真和你合作吗？这是万星飞仙术。仙法？你竟然愿意给我一门仙法？而且这万星飞仙术，乃是曾经万星飞仙殿的正派功夫。这只是万星飞仙术的第1卷而已，也算是表达李某的诚意。有了这万星飞仙术，对于星辰之力的掌控，将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你的修为也会大有进步。所以，你就是为了拉拢我对付君逍遥？不错，君逍遥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而你有这个资格与我结盟联手。你果然深不可测。你和万星飞仙殿有何因果？是得到传承还是……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哼，也罢，我可以答应你会在需要的时候出手，但我也有我的自由，你不可能命令我。那是当然。等我得到8宝玄光剑，夺回了君逍遥身上的星辰之力，红鸾魅星之主也得臣服为仆。若是这黄鸾玉不听话，便将他的红鸾魅星剥夺，转移到秋水星君身上。另外，我还感应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星辰气息，但掩藏得很好。究竟是谁？也罢，我相信那个人会主动露出马脚。这一世，本星君一定要成为7星之主，谁也不能阻碍。随着时间的流逝，各方势力在天师秘藏内也是越发的深入。看来这其中就是天师秘藏最深处的宝库了。君公子，此地的光雾与石门皆有极为特殊复杂的原文禁制，就算老朽也是难以突破。若是强行出手，反而会让这石门入口彻底断绝。怕是唯有这位姑娘借助元天书中的手段才能打开。果真是如此。
君公子，这光幕以及石门的禁制，或许唯有你身边的少女有可能解开，还望君公子能慷慨一二。毕竟我们各方势力深入此地，也是折损了不少人手，总不可能就这样空手离去。诸位倒是太过多心了。这天师秘藏深处的宝库，自然是人人有份，君某怎么可能一人独吞？桑榆，那石门背后很危险。公子，桑榆察觉到了不一般的气息。若是光我们一行人进入其中，没有公子出手护住的话，估计要折损不少人手。诸位，那石门背后可能有不小的凶险，你们确定要进入？君公子不必担心我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啊，都到这里了，我们还怕什么？随即桑榆出手。袁天书，这丫头的袁术修为。而就在君逍遥等人进入石门后，鸿蒙的身形浮现而出。那其中还有与鸿蒙有关的至宝，我若得到，应该能加速蜕变。到时候，修成鸿蒙道体，深入掌控鸿蒙金塔，面对君逍遥，我就不会那么被动。所有人都来到了另一片空间。你们可以各自去搜寻机缘，要小心行事。这就是天师秘藏深处的宝库。难怪了，这天师秘藏外围刚好是重地目，陨落了诸多强者。天师道便借助阵法禁制，将尸骨魔物汇聚在其中。棺材，其中莫非是天师道的元氏遗骸？不是尸骸，我怎么感觉到了有宝物的气息？这些都是地尸。哼，地境尸骸又如何？我等活着的地境，莫非还惧死人？没用的，此乃血卦玄天，地谷枯坟之事。这血卦玄天地鬼枯坟，乃是一门极为恐怖的元尸阵法。原本乃是地尸一脉的手段，没想到在此地见到了。在此阵法中，那些地尸是根本杀不死，你也不觉得？难道就没有破阵的办法？很难。即便是这位姑娘有袁天书，但破解此阵除了方法，还需要磅礴的元文造诣与力量。要不然，就只能等死了一批人献上祭品，或许才能找到破绽。夜雨，快点破阵！那棺材中有我们所需要的机缘。以我鸿运命星的气运，怎么可能得不到此宝？哼，这就是你之前得到的机缘。子公盟，倒还真是巧，看来我们的确有缘。看来子宫幽营那个贱人已经把所有因果都告诉你了。不过现在，我可不叫子公盟，而是鸿盟。敢以鸿盟为名，口气倒是不小。毕竟我鸿盟将会成为鸿蒙道体，也可能是此世唯一的鸿蒙道体。唯一的鸿蒙道体。而就在这时，一道倩影出现。瑶光姑娘，莫非你一直跟在我身后？瑶光，母后。母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说来话长。瑶光姑娘，在下鸿蒙，千雪圣后是我的师尊，在下也是一直努力修行，想要将师尊救出鸿蒙金塔，奈何这君逍遥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刁难算计我等。还有师尊，他是为了对付风月古教之人，才被困于鸿蒙金塔中，而这君逍遥乃是风月古教教主，可以说，你母亲被困，都是因为风月古教的关系。君公子和我有婚约，严格来说，现在他是我的未婚夫。你的意思是，要让我对我的未婚夫出手，自相残杀？千雪圣后，之前君某就和你说了，好歹我和扶摇光也有2族的婚约在身，日后是否真诚了暂且不说，至少眼下，难道你就为了一个所谓的弟子而来对付我，甚至让云族与霓裳族产生间隙？
鸿蒙，你不能将瑶光卷入到你与君逍遥的纷争当中。所以，连师尊你也觉得徒儿不如那君逍遥，她才是师尊女儿的良配，而我，不过是个可以随意甩开的棋子，是吗？好，好。鸿蒙，你这是做什么？师尊，你方才没有听他说吗？他说君逍遥是他的未婚夫，我若阵封君逍遥，他未必不会出手拦阻。既然如此，只能连他一起镇压了。鸿蒙，你是疯了吗？还不快放出瑶光！可以让他的未婚夫护他，君逍遥不会连这等能力都没有吧？你，师尊，你还是不要掺和此事为好。扶瑶光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哼，君逍遥果然没有说错。哼，君逍遥，很期待我们之后再见面。鸿蒙身形化作一阵紫雾，遁空而去。你是故意的，为什么不追他？为什么要追？他逃得过我的掌心吗？不过这样的话，我的母亲还在他所掌控的鸿蒙金塔中。放心，之后自然会让你和你娘亲相聚。其实，她不是我娘亲。你猜出来了？君某应该还没有那么迟钝。其实，我是母后捡来的。即便如此，我也感激她。不过，我有我所需要做的事情。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何事？我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在这天师秘藏内，有我所需要的东西。只要我得到了那个东西，就会想起更多，包括我的身世来历。既然如此，我会帮你。我就随便说了几句不着头脑的话，你就愿意帮我了？你方才说我是你的未婚夫，帮自己的未婚妻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日后会报答你的。时间在飞逝，我们离开吧。这青铜宫殿不能打开，这其中绝对有不祥。这怎么可能？我们好不容易才深入来到此地，怎么可能扭头就走呢？就是，这宫殿中肯定有天师道的重宝，若是我们不打开，将来也或许有其他人会前来打开。君公子，能否拜托你们打开此殿？这里面有我所需要的东西。看来天师秘藏的秘密在这其中。不过这青铜宫殿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打开，还是等我的人来吧。没用的，就算是那位姑娘也没用。这青铜宫殿除了外部的各种禁制以外，本身就是一件秘宝，需要钥匙才能开启。就算这位姑娘能解开此宫殿外围的袁术禁制，若是没有开启青铜宫殿的钥匙，那也无法打开此殿。前辈，你说的钥匙是这个东西吗？这怎么可能？你竟然有！来都来了，若是不揭开这最后的谜底，未免有点可惜了。诸位，抓住机会，深入其中。在这青铜宫殿的深处，赫然盘坐着一道人影。他应该是天师道一脉的顶级元天师，莫非是那位神秘的天师道主？应该不是，那位天师道主神鬼莫测，世上少有人知晓其真面目，怎么可能会死在这里啊？可是这老道怎么会这般模样？这便是不祥。元师这一行，虽然有惊天伟地、改天换日之能，但当修炼到极高深的层次时，也可能会遭遇不祥，受到污染，丧失理智。元术修为越是高深，遇到不祥的可能就越大。眼前的这一位，绝对是一位顶级元天师，其元术修为，怕是都超越了我等元天师啊！莫非有至宝存在？而这时，有人的目光落在这老道人的上方。怎么回事？那股气息反应了。仙气，这绝对是仙气的波动。
八宝玄光剑，我一定要得到那东西。只有得到那面古镜，才有可能镇住他。扶摇光，等等！没想到，吾竟然会落得这般可悲的境地。老前辈，你似乎是恢复了些许的神智。老前辈，您的意思是？吾知晓你们的来意。整个天师秘藏，最重要的东西，就在这锁龙井之下。不过此物，需要有缘者才能得到。若是谁都能得到，那老道早已得到，也不至于落得如今这般人不人鬼不鬼的下场。有什么办法能救你吗？原来是你来了。吾的生命其实早就被不祥侵蚀断绝，如今只不过是短暂恢复一时清明，终究尘归尘，土归土。你脖子上的青铜密钥，是打开锁龙井的钥匙，里面有你的东西。是某种信物吗？那就是天师道的仙器天师云杖。那锁龙井中，除了天师云杖外，会不会还有其他什么宝贝？莫非是四大混沌元灵之一的虚无避风？我曾听闻天师道的天师道主曾经收服过虚无避风。诸位，君某对这虚无避风倒是有些兴趣，不知各位可否给个面子？这宝库还是君公子的人打开的，我们在其中也算有所收获。这虚无避风，我们就不掺和了。所有人都是撤退，现场只剩下金逍遥、扶摇光、桑榆几人。快点出手，让吾解脱！结束了。结束了，那位老道也该解脱了。我知道，你的职责应该是守护天师云杖。如今天师云杖已经有了归属，你也不必继续待在这天师秘藏中，不如跟随我如何？小老弟，加入我们吧！老大对我们很不错，本身就是混沌体，能以混沌之力滋养我们，甚至我的大部分本源都是老大帮忙抢回来的。我可以保证，他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是假的，我帮你打他。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跟着公子，他人很好的，而且我也会一直跟随公子。瑶光姑娘，这次合作算是愉快。多谢君公子，这份情，瑶光铭记在心。好了，我们离开此地。在殿外，各方势力的强者并未彻底遁离。君公子他们出来了。诸位，此地的不祥已经被解决，天师云杖与我的人有缘，而这古镜与瑶光姑娘有所契合，诸位也都看在眼里。至于其他机缘，诸位请自便。应该是借助了混沌元灵的力量，虚无避风被君公子彻底收服了吗？另一边，扶摇光也是和众人返回霓裳组，在一片沉寂的宇宙中，扶摇光和李北斗相对而立。瑶光姑娘，你现在应该知道此镜的名字了。八宝玄光镜。果然，你已经恢复了一些记忆。我的确已经想起了一些事情。你是永夜星君。当初万星飞仙殿遭遇冥冥中的反噬，所有人的因果都受到了牵连，就算是我也不得不提前自保，凝聚轮回印。对于小师妹的情况倒是不太清楚。你想得到八宝玄光镜？原本我的确打算如此，但既然在你手中，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区别。你要知道，那君逍遥身上拥有不止一颗星辰，还有他身边的太阳金星、太阴命星等。若我们联手，
借助八宝玄光镜将其镇压，将会好处无穷。你打不过的，就算我们联手，借助八宝玄光镜，也不可能镇压他。若你是想与我商议对付君逍遥，那就不必多费唇舌了。也罢，既然如此，那至少还有另一件事可以做。只有八宝玄光镜，才能探查到星宫的下落。我们必须要找到星宫，继承其中的诸多万星飞仙殿传承，也可借助其中浩瀚的星辰之力修行万星飞仙术。而八宝玄光镜是唯一能探查并且开启星宫的钥匙。当然，我也必须要找到星宫。此事我会借助八宝玄光镜推演。扶摇光，你究竟是何等存在？和小师妹又有何等因果？为何我在你身上感应不到轮回的波动？还是说，必须尽快找到星宫，借助其中浩瀚的星辰之力提升实力，彻底解决掉那君逍遥？而另一边，师尊，我就说您的女儿扶摇光不但没事儿，反而还在其中得到了至宝仙气，师尊您应该开心才对。你还有脸称呼本后为师尊？你有将我这个师尊放在眼里吗？究竟是徒儿先不将师尊放在眼里，还是师尊先不将徒儿放在眼里？师尊，你可是答应过要将您的女儿许配给我，结果现在呢？二位师尊似乎都对那君逍遥颇为满意啊，而徒儿又算什么呢？我现在算是明白，什么叫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本后自问对你问心无愧，但你所做之事，无法一笔接过。师尊，你们可不要轻易做下什么决断啊！借助这鸿蒙古玉，徒儿有信心之后能蜕变成为鸿蒙道体。万一到时候徒儿还无法完全掌控鸿蒙金塔，放你们出来呢？所以，徒儿还是需要两位师尊的教导。鸿蒙，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让两位师尊继续教导徒儿而已。毕竟至少眼下在这苍茫星空，只有徒儿一位鸿蒙道体，不是？也只有徒儿才有能力让两位师尊脱困呐。鸿蒙，鸿蒙，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就算撇开所谓的师徒情谊不谈，当初我等也是约定好了，我们指点你修行，培养你成为鸿蒙道体，你帮助我们脱困。现在，你就要修成鸿蒙道体，却想出尔反尔毁约。当初的约定是要全心全意助我，结果现在你们却对那君逍遥另眼相待，先毁约的是你们才对，所以也别怪徒儿绝情。之后我会蜕变成鸿蒙道体，那时候便不再忌惮君逍遥。二位师尊，你们现在亡羊补牢还来得及，若是能讨好徒儿，发誓全心全意帮助徒儿对付那君逍遥，哼，说不定我一高兴就会放你们离开鸿蒙金塔。你这孽障！你就做梦吧，你不可能是君逍遥的对手。哼，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君逍遥却是带着一帮人回到了群英殿，在群英殿内，逍遥盟所在的驻地宫殿深处，你就不能换个形象？一起登场时，你画风很不和谐。咋的？我这个返璞归真，回归原始与野性的美，你懂啥？没看到主人还在我脑门上刻了一个德字吗？嘿，我这形象就是道德与美的化身。而所谓的混沌四绝天，其实就是将四大混沌元灵的力量与君逍遥的混沌体相互沟通，地水火风四大力量流转。君逍遥的内宇宙规模也是达到了10个中天世界级别。此外，君逍遥体内的须弥世界也是在继续衍生，已经从3亿提升到了3亿5千万。倒是希望能有一些魔刀石了。魔盟要开启无望深渊，进行少盟主资格的选拔。不过我怎么感觉，眼下举行选拔，倒像是刻意为谁造势。
也就是说，其他人都是陪跑而已。在七情海之后，东方傲月跟随莫清霜来到绝情谷，在绝情谷深处一处阁楼之内。你想进驻那萌萌少主？有何不可？萌萌少主从未让女子担任过，那么现在有？你果然有野心。谁说女子就不能有野心？你不单纯是为了你自己。你明明继承了灭秦女帝的传承，却不选择断情绝性。那位九泉之主，真有那么特殊吗？如果没有遇到他，我或许会走上灭秦绝性这条路。但是现在，明白爱为何物的感觉，真的很好。爱为何物？你最好离他远一点，不然你的绝情道就练不成了。东方姑娘多虑了。无望深渊乃是当初魔主的修行地之一，位于一处名叫玄冥魔域的隐蔽界域。这次我们前来无望深渊，不过就是想着能不能捞到一点机缘。魔盟少主的资格，还是让那些妖孽去争抢吧。哎，不过你们说，这次谁能最突出啊？我觉得劫血魔教的血无救有可能。哎，你们没听说吗？普渡魔宗也出现了一位神秘人，传闻啊，与婆罗摩帝有关。那一位的实力同样也不可测。你们所说的这些人，的确是魔盟少主的有力竞争者，但你们别忘了，灭度魔宫的那一位魔之子，他的实力也不简单。绝情谷的修士来了，那位清霜女帝果真依旧冰清绝艳啊！可惜修的是绝情道，惦记他，小心把你腰子给嘎了。哎，旁边那位女子是谁？绝情谷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位丽人？绝情谷的这位姑娘，倒是面生的很呐。原来是你！你身上有祭毒魔刀，当初我还以为你是祭毒魔宗的人，现在看来，你的秘密倒是不少。你身上有祭毒魔刀？那又如何？快点交出祭毒魔刀，物归原主。祭毒魔宗，你是在威胁我绝情谷的修士？他身上既然有祭毒魔刀，那就何该物归原主？哼，物归原主。在我们魔修的世界里，何曾如此守规矩了？祭毒魔刀对我祭毒魔宗而言意义甚大，你们绝情谷是真要护住此女了。今日乃是魔盟少主资格选拔之日，诸位难道就忍不住要动手吗？秋姨，你这是要英雄救美啊？可是有点老套了呀。在少主资格选拔前，我不想看到冲突。秋姨，我算是理解你为何要英雄救美了。你知不知道，你的举动很多余。秋姨，看来这位佳人并不领你的情啊。哼，九姨，看来此女也并不识相。我只需要夺回祭毒魔刀，到时候可镇压此女交给你。啊！这到底是谁？这些聒噪的苍蝇，可有扰到你？没想到啊，原本以为是英雄救美的剧本，结果发现是名花有主。阁下倒是面生的很，在我魔盟各方势力中，貌似没有听说过阁下的名号。不过只是一散修罢了。莫非这位男子也是前来参加魔盟少主资格选拔的？以他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得到资格几乎是板上钉钉啊！本身实力妖孽又如何呀？最多也只能得到资格。毕竟想要成为魔盟少主，可不只是单看自身的天资和实力，还得看背后的势力。比如魔之子，有灭度魔功力挺，血无救，有结魔血教撑腰。而那个男子说自己是散修，就代表他背后没有任何势力。就算有，估计最多也就是一些三流小势力罢了，岂能与灭度魔功、结血魔教这些庞然大物相比呀？想必诸位也有预感，
接下来的苍茫星空会很不平静。当初苍茫大劫，也是令我魔盟受到了波及，加上魔主大人消失，导致我魔盟内部动荡分裂。现在虽然不至于分崩离析，却也是松散无比，各自为营。这般状态，如何迎接接下来纷乱的大事？我魔盟是要上餐桌的存在，而不是成为他人盘里的一道菜。所以，必须要再度团结一统。而推举出魔盟少主，就是其中必要的一环。有任何恩恩怨怨，等回去再说，不能破坏此次进程。好了，接下来是进入无望深渊，获得魔盟少主选拔资格的一些规则。你能特意来找我，我很开心。不过，我还是想自己磨砺一番。我懂，那我就一个人逛逛，你自己小心。逍遥，等此事结束，再多留一段时间吧。沈家一个人待在绝情谷，也很寂寞呢。诸位，进入吧。整个无望深渊内部有特殊的空间规则，有意思。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敢挑衅我结血魔教，还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莫非这趟行程还会有意外收获？是因为和结血魔教有仇怨吗？为何藏头掩面？哼，你不也是？果然是七杀结心吗？我路过而已。那位白发面具男子到底是何等存在？他发现了我斩杀结血魔教之人，若是消息提前透露出去，不，根据之前此人所展现出的态度，他应该和结血魔教等势力没有丝毫交集。结血魔教血无救，这次就先从你身上讨回一点利息。还有父亲，我一定要将你从罪囚地中救出来。与此同时，在古山的另一片区域，哼，清霜女帝，中了我的白骨魔光，若不压制，肉身都将化为骨质粉碎。你还要负隅顽抗吗？白骨魔宗，你们好大的胆子，敢暗算我绝情谷！哼，清霜女帝，对于我们魔修而言，哪有什么暗算不暗算的？况且在这无望深渊，好像也没有不许抢夺他人机缘的规则。你还是交出那团魔元结晶为好，我白骨魔宗自然会离开。切海童子，你是找死！找死！既然如此，也别怪我辣手摧花。我操，我有这么牛逼？这绝对是这片地狱的骸骨王者，不愧是千骸大战，竟然换来了如此强大的骸骨生灵。难道我真的很牛逼？清霜女帝，你现在还要顽抗吗？其实我白骨魔宗也并不想彻底与绝情谷交恶，你只要交出魔元结晶，我自然会放你。看来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既然如此，给我杀！而就在这时，一道淡淡的声音骤然响起：“清霜姑娘，你状况似乎不太好。”但见君逍遥目光淡淡垂落，而后抬起手，千骸童子直接是在一声惨嚎中化为了飞灰，一招解决一切。多谢。你伤得不轻。之前遇到这头古龙，原本是想随手解决，不过他说这古山深处还有魔元结晶，那些魔元结晶应该能够助你彻底恢复。随后，君逍遥和莫清霜深入这片古山深处，蕴含着纯粹魔元的结晶吗？这里的魔元结晶应该足够让你恢复了。这头古龙会守在你身边，你恢复时不会有人打扰。你还有事？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我乐于助人，不行吗？君逍遥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离开。
而这时，这片区域忽然产生异动。怎么可能？你领悟了什么？没错，你领悟了什么？何不说出来告诉大家？你们想知道，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资格。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此女从中领悟出了什么吗？哼，当初暗算之手，竟是刚好一报。这，莫非是七星灵？他得到了灭青女帝的传承。在另一边，君逍遥在观察，他并没有直接现身。看来傲月也是开始逐步摸索出属于自己的路。该死，这女人，原来她竟得了灭青女帝的传承。陆世业等人也是心下一惊，察觉到了不对劲，急忙抽身而退。厉害！逍遥，你这是在打趣吗？哪里，你已经足够厉害了，都没有我出手的余地。逍遥，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儿暴力？不错，傲月，你的确是有点暴力，不过是在另一片战场之上，还好，我承受得住。傲月，你若还担心这些，那就是不相信我的人品了。傲月，你觉得自己双手沾满血腥，是个女魔头，但别忘了，你是我的女魔头。那逍遥，你喜欢人家那么暴力吗？好了，傲月，关于你所创造的那门法九环十月录，果然是契合你傲月的功法，不过还有改进的空间。逍遥，你这几句提点，感觉比在此地领悟魔主道则都要有用。那我可以再帮你改进一下。另一边，没想到那女人竟然有这般手段，连我等都着了道。要不要去找血无救大人？血无救大人在另一处机缘地修行，他之后还要深入，就不必打扰他了。是谁？你是何人？这是杀神剑术，你莫非是血魔剑宗的余孽？此人不简单。有意思，真没想到，竟然还有血魔剑宗的余孽存在，而且还是曾经血魔剑宗宗主血影剑帝萧路生之女。你既然已经知道，那也应该明白我是为何而来，而你今日会有什么下场。我的确是没想到，当初血魔剑宗妄自菲薄，竟敢挑衅我劫血魔教在魔盟中的地位，最后被我劫血魔教联合其余几方魔宗一起吞并剿灭，连血影剑帝都是被镇压进了无望深渊内部的罪囚地州。倒是没想到，你这位宗主之女，竟然还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复仇。其实说真的，你这位宗主之女，在没有宗门的培养下，竟然能修炼到这一步，也的确是稀奇。但如果说这样就想报复我劫血魔教，倒是天真的有些可笑。我劫血魔教随便派出一位顶级强者，都可以将你击杀。看在你天资还不错的份上，不如直接加入我劫血魔教如何？我知道你来此地的目的，怕不是想要救出你父亲，但你可以死了这条心了。知道为什么那些强者罪人都关押在罪囚地吗？不仅因为那里有特殊的阵法能够压制他们的修为，更因为那里有魔主所留下的道则，是天然的囚禁之地。若是没有与魔主相关的东西，是不可能将人救出来的。你是魔主传人吗？还是说你得到了什么魔主的传承？你与其如此，倒不如加入我麾下，跪求我。等我日后成为劫血魔教教主，说不定一发善心，就会答应你将父亲放出呢。你不臣服，那便死吧！你们都退后。找死！他，这是乱世七星之一的七杀劫星，你竟然拥有这等机缘！原来如此，
难怪你的实力不简单，竟是得到了七杀劫星。不过你直接暴露出来，可以说是愚蠢之极。你果然还是太过天真了。真以为得到七杀劫星之力就能够报仇吗？看来你已经知道了他身负七杀劫星。是他。哼，果然，你是来和我抢七杀劫星的吗？我不管你有什么身份来历，此女的七杀劫星，我要定。你到底是谁？你若插手，便是与我劫血魔教为敌。秦逍遥微微摇头，没有多言，他直接出手。不过片刻，此地便是沉寂下来，唯独残留了血雾弥漫。你杀了血无教，就不怕劫血魔教报复？劫血魔教算什么？那你的目的也是为了七杀劫星？你这么说也不算错。以你现在体内糟糕的状态，确定要出手吗？况且，我的确对七杀劫星有些兴趣，但也并非是要直接剥夺。若是愿意，早在之前你对我出手时，我便可以直接镇压，剥夺你的星辰之力。你那时候就察觉到了我体内的七杀劫星？你也是星辰之主？你现在应该清楚了，我若真想抢夺你的星辰，有10000种方法对付你。那你是为了……我方才倒也听说了，你与劫血魔教似乎有所仇怨，所以你的父亲血魔剑宗宗主血影剑帝萧陆生并没有死，而是被关押在了醉囚地。你父亲血影剑帝是什么修为？我父亲是无上帝，整个血魔剑宗都是由我父亲开创的。听闻我父亲曾经更是苍茫星空10大霸族之一，剑族之人。只是后来因为某些事情才分离了出来，最后加入魔道，建立了血魔剑宗。帝之无上，劫血魔教没有废掉你父亲的修为。这无望深渊深处的醉囚地，有魔主留下的特殊规则，更有神秘阵法。那时我父亲本就受到暗算受创，后来被镇压进醉囚地。醉囚地更能压制修为境界，与那些历练者持平。那些人甚至将我父亲当成历练的考验与对战的沙包，进行厮杀。一尊帝之无上啊，若就这样默默陨落在醉囚地，倒是有些可惜了。你也应该明白，你成功救出你父亲的机会并不大。我知道不大，但我依然要这样做。所以你为了变强，便借助七杀劫星迅速提升修为。但可惜，你并不会运用七杀劫星的力量，你胡乱吞噬炼化他人的本源力量，从而导致自身力量属性错乱。虽然实力迅速提升，但迟早有一天会反噬你。你脸上的疤痕就是证明。我必须要迅速变强，变得更强，才能报仇救出父亲。我或许能救出血影剑帝。什么？你怎么会？那醉囚地深处有魔主遗留的法则手段。我也只是说或许。另外，对于你体内的伤势，我也可以帮你，甚至可以教你如何运用七杀劫星之力化解体内杂乱的本源。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明明我们并不相识，甚至之前我还主动对你出手了。当然，我帮你自然也不是白帮的。投资一位星辰之主，就是看中他未来的潜力。相比于直接剥夺星辰之力，我觉得掌控人比掌控星辰之力要更方便一些。只要你能将我父亲救出来，我愿意臣服于你。好，成交。另外，你还是先在此地调养伤势为好，不然你的肉身都有崩溃的可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谁？九泉之主。话落，他的身形顿离。九泉之主。醉囚地深处，昏暗的雾霭萦绕。不愧是曾经血魔剑宗的宗主，
血影剑帝，即便在这最囚地囚禁诸多岁月，加上各种限制，竟然还能有这般实力，我的确是有些佩服了。这位男子正是血影剑帝萧陆生。可惜，虽然对你很是佩服，但今日我要击杀你，奠定我成为魔盟少主的路。君逍遥一踏入此地，便感觉到一种特殊的气息。魔主曾经残留的法吗？萧陆生前辈，你果然很强，不过可惜，现在连你的元神都被我的手段束缚住，也算是无力回天了。就用你的性命来成为我的垫脚石吧。还真是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卷妻呀！是你？你是来与我争抢猎物的？我只是为血影剑帝觉得可惜罢了。堂堂一位地之无上强者，搅乱无尽风云的存在，却是要陨落在你这种人手中，的确是有些憋屈了。怎么，你莫非还想救他出去？有这个想法？那我若不许呢？什么？冥王体？你到底是谁？你究竟是何人？你没有其他手段了？你很有意思。既然如此，这猎物就让给你了。之后，在真正竞逐魔盟少主的试炼上，我希望能再见到你。九一话语冷然，直接抽身而退。你认识灵儿？我的确见过萧灵姑娘。果然，灵儿还活着。血影剑帝，难道你就不想见他？你之前说你能救我出去。当然。此地不仅对我有诸多束缚，而且还有魔主遗留的规则，你如何能做到？这点你不必担心，但我想你应该也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你的目的是？既然如此，我也就开门见山。血影剑帝，你身为魔修，应该明白，能将人捆绑在一起的，不是道德，不是情义，而是利益。你这位地之无上强者，对于我而言有所用处，所以，我希望你能为我所用。一位无上帝，可不是那么好掌控的。我当然知晓地之无上是何等战力，正是因此，我才愿意出手救你。况且你是魔修，若我无条件救了你，反而遭你所害，那又该如何呢？能和我说说灵儿的事情吗？当然可以，不过严格来说，你女儿的状态并不算太好。她怎么了？君逍遥也是简单说了几句。我要离开此地。血影剑帝果然是重情义之人，虽然我也很欣赏，但该做的事情还是需要做的。我明白。随即，萧陆生开始立誓，许下天道誓言。这是魔主残留的法，也正是因此，此地才成为了最囚地。试试。莫非你是魔主传人？去找你女儿吧。随后，君逍遥和萧陆生再度回到那片血海，也是见到了在其中调戏的萧凌。父亲，灵儿，何时能再见到父亲？是去找寻君家了吗？在苍茫外。多谢公子救出我父亲。不必，这本身就是一场交易，又何必谢我？公子，你是一个好人。不论如何，我们都欠公子一个人情。多余的感谢就不必了，只要履行你的承诺即可。既然事情已了，我们便离开吧。公子，你击杀了血无救等一行人，而且救出了我父亲。到时候离开无望深渊，定然会遭到劫血魔教的发难。到时候，
你们不必担心此事。相信公子吧。与此同时，在无望深渊之外，怎么可能？血无咎怎么可能会死？难道是九夷？九夷，血无咎是你所杀？与我无关，不过，倒有可能是那人。是那人杀了血无咎。而这时，无望深渊中数道身影出现，正是君逍遥、萧凌以及萧陆生。什么？你竟然……我没有看错吧？那位不是曾经血魔剑宗的宗主血影剑帝吗？他不是被劫血魔教镇压在最囚地内吗？怎么出来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血无咎是你所杀？是又如何？好胆！我记得进入无望深渊后，好像是生死不论。那是一般人，但你杀的是我劫血魔教的人。都是蝼蚁，有何不可？我不管你究竟是何身份，但今日你不但杀了血无咎，还和萧陆生这等罪人混在一起。你觉得你今日能安然离开吗？清霜师姐竟然决定出手，不要误会，我只是不喜欢欠人情。多谢你相助，但应该不需要了。这股气息，绝对是地之无上的力量。怎么可能？不可能是萧陆生，他还远没有恢复。此等魔门也想对付公子？若公子认真调动背后的势力力量，整个魔盟都可被他抹去。地之无上，那位老者是地之无上。我怎么好像知道他？他貌似是鸣罗古界创建魔罗皇朝的那位魔罗老祖。魔魔老祖，他竟然出现了，而且是为了那位男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位男子究竟是何身份？竟然能让一位无上帝当保镖？地之无上，他是魔罗老祖。魔罗老祖，你不在鸣罗古界待着，现身此地对我劫血魔教出手是何意？你们惹了不该惹的人。他是你的后人。哼，不该多问的别问，若再出手，本座不饶尔等。我们先离开。还有谁有意见？这次的确是劫血魔教挑衅在前。任何人进入无望深渊后，皆是生死自负。只是，接下来还需要鉴定魔盟少主资格，可否暂且平息此事？当然可以。诸位，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之后将会有一个会议召开，地点便是在这玄冥魔域，会有一些人到来，想要与我魔盟合作，到时候各方势力的话事人都要前往。会议？什么会议？有人想合作？何方势力要与我魔盟合作？到时候希望小友也能参加。这自是没问题。随后的会议也是很快开始，位于玄冥魔域深处的一片古老荒芜的群山之中。诸位到来，究竟是要商议何事？直接开门见山吧。毕竟你们也不能在苍茫这边停留太久。我等来此的目的也很简单，我知道你们魔盟暂时没有投靠加入暗界的打算，但你们应该也清楚，接下来绝对是纷乱的大事。你们魔盟在上一次苍茫大劫中就已经4分5裂，这一事你们还能扛得过吗？所以你的来意是？很简单，只需要你们协助完成一件小事，只要完成了，你们魔盟之后就能免于暗界的波及，至少能够置身事外。那件事就是，我需要你们协助，在永济星坟中解决掉那君逍遥。对付君逍遥，你们应该知道他背后有什么势力。君家如今并不在苍茫，
可是他背后还有云族和天域仙朝等势力。正是因此，才需要你们相助。你们也明白，我等种族无法派太多强者深入苍茫，那样动静太大，所以需要你们魔盟暗中协助。当然，你们可以掩藏身份，不必打着魔盟的名头。到时候，就算君逍遥陨落，主因也在我们，你们可以不用受到太大波及。你们对付得了吗？到时候会有暗界天选者降临，所以你们应该明白，我们想铲除此人的决心了。你们若只是这样计划，怕是对付不了那君逍遥。阁下这是什么意思？是觉得我们联手都对付不了那君逍遥吗？不错，君逍遥可是底牌诸多，之前天师秘藏，听闻他又有收获，实力定然有所精进。所以，你们如果只是以这等方式截杀，可以说100%必败无疑。抱歉，我等之前语气有些不对。那请问阁下，您的意见又如何？有什么办法能真正击杀那君逍遥？你们应该也知道，君逍遥此人极为难对付，他身上的底牌远超过你们的想象。所以你们若是这样计划，最后结果怕是不会太好。不知你们会派出几位暗界天选者？应该有2位。其实他们觉得1人应该就够了，只是以防万一，所以多1人保险。不够，远远不够，最好越多越好，让所有能来的暗界天选者都到来，齐齐围攻。不仅如此，你们各族也得派出一些强者妖孽作为保障，人手越多越好。我等就是因为难以派遣更多的强者，怕苍盟这边察觉，所以才想与魔盟合作。那在苍盟星空，不是还有劫组织吗？可以让劫组织也派出强者去劫杀。阁下，你和那君逍遥是有什么血海深仇吗？这么想让他死？怎么，你们不想吗？想，当然想。那君逍遥假扮暗界天选者，欺骗我族，还将我族的帝女镇压为仆，着实可恨。那就对了，君逍遥此人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满腹阴谋诡计，城府极深，令人憎恨。若是他陨落，那倒是苍茫星空的一件大事，会让不少人和势力心生痛快。你们若真能做到，那不仅是帮暗界去除隐患，更是帮苍茫除害了。的确如此，没想到阁下竟然与我等想法如此契合，简直是一见如故。客气了。等这场围剿结束，那君逍遥陨落后，我等必要与阁下把酒言欢。此时我们会商议，看能不能有更多的暗界天选者加入。此外，也可以联系劫组织暗中应和，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这就对了。不过，你们怎么知道君逍遥一定会去那永济星坟？况且，进入那永济星坟好像需要信物。这你们不必担心。那君逍遥既然得到了进入永济星坟的信物，他就一定会进入。至于我们该如何进入，这时，在几位叛族后方，一位身着黑袍、戴着兜帽的身影忽然浮现而出。什么？你竟然有着信物？到底是谁？我的身份不方便揭露，但我手中的这枚玉珏足够带你们进入永济星坟，安排劫杀君逍遥的计划。好，我们可以答应你们这次计划，但主要是暗界天选者、劫组织等出手，我们只负责辅助。那君逍遥若真陨落在永济星坟，与我们魔盟没有丝毫关系。可以。这场会议便是这般落幕。小友，这场永济星坟的围猎，你会去吗？叛族那边都安排得如此周全了，应该不缺我一个。以小友深藏不露的修为实力，若是出手，应该也不会比那君逍遥弱到哪里去吧？君逍遥没说什么，微微点头，而后和东方傲月一起离开。逍遥，你可有点坏了。
坏？哪里坏了？你说呢？你是想在永济新坟一次性解决他们？戏要不就不演，要不就演大一点，不然没意思。那逍遥，在真正的大戏上演前，是不是该有前戏？什么前戏？这场前戏，就我们2个人演。逍遥，你的肉身是不是又变强了？那是自然，农夫需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把地耕好。皓月，你继续留在魔盟这边，若有什么事的话，可以派人找我。逍遥，你也小心些。清霜姑娘，你们把绝情谷当什么了？虽然此地是绝情谷，但我和皓月可都非是绝情之辈。我觉得清霜姑娘，你也应该不是。你在说什么？若你真绝情的话，那时候结血魔教发难，你就不会站在我这一边。我只是知道，你背后有一尊地之无上强者撑腰。那时候战你，也不过是为了还你一个人情罢了。行吧，如果清霜姑娘真想还人情，那还麻烦照顾一下我家皓月。若有什么事，可以派人联系就去。他既然已经成绝情谷的人，我自然会关照一二。君逍遥离开了玄冥魔域，悄然返回了群英殿。逍遥，大事情！有消息传出，曾经万星飞仙殿所遗留的星宫，很可能就在永济星坟之中了。原来如此，难怪那李北斗想要得到8宝玄光镜。原来如此，请君入瓮了。不愧是曾经4大星君之首的永夜星君，李北斗这一招阳谋，是觉得能吃定我了吗？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已刷新，请在永济星坟星宫内签到。而另一边，天人族的一处修行密地之中，君逍遥，与你的纷争也该画下一个句点了。想必以君逍遥的城府，定然也猜到了，那星宫就是一个局，一个阳谋，就看你是否有勇气力闯龙潭后续了。我知道，以你的性格，就算是再危险的局，你也会涉入。但这一次，你若踏入，永济星坟就是你的坟。终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为苍茫星空10大奇观之一，永济星坟开始显化而出。前面就是永济星坟吗？好浓郁的星辰之力，可以用来修炼啊！那其中的星辰可以用来炼制星沙秘宝。众人开始深入其中。另一边，这星宫之中应该有不错的机遇。另外，倒也可以再会会那君逍遥。找到你了。你是天人族的李北斗？正是。你此为何意？你觉得呢？之前在天师秘藏时，我就隐有所感，有星辰之力的气息。其中一位我已经接触了，但还有另一位隐藏的倒是极好。没想到这次你果然也来了。感应星辰之力，你莫非也是星辰之主？哼，不论如何，星辰之力我势在必得。而且重要的是，你身怀的星辰之力在诸星辰中更是极不简单。若我没猜错，应该是鸿运命星。想要我的鸿蒙星运？你的体质似乎并不简单，有鸿蒙的气息，莫非与子宫世家有关？你到底什么底细？你该不会是与万星飞仙殿有什么联系？是得到其传承，还是……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我知道你身为鸿蒙道体，定然有所底牌手段。不过在这永济星坟，你再如何挣扎，也不是我的对手。是吗？那君逍遥与你们天庭28星宿交恶，你难道想在我这里浪费精力手段吗？要知道，不管你究竟有什么来历，我若是底牌齐出，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到时候你如何与君逍遥相争？况且那君逍遥身上的星辰之力，可是比我多了。你与那君逍遥
也有仇怨，生死之仇。哼，你想明白了。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但我们如此相斗，也的确是便宜了那君逍遥。所以，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合作。合作？方才第一次见面就要镇压我，剥夺我的鸿运星命，现在又说要合作，李北斗，你想的似乎太简单了。你不是与那君逍遥有生死之仇？我可以告诉你，在星宫之中，我有办法困住他，到时候你就可以亲手报仇雪恨了。哼，是吗？然后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你倒是可以捡便宜。身为鸿运命星之主，你应该相信你的运气不是一般人所能暗算的。况且，我们可以达成协议，你若真能杀了君逍遥，将他身上的紫薇地星等星辰交给我，我可以不针对你的鸿运命星。你的态度还真是高高在上啊，莫不是什么大人物转世？没有我相助，困不住那君逍遥，你就别想彻底击杀他。以他的实力，无论如何，他想离开还是没问题的。当然，你也可以不答应，那现在我也只能先镇压你了。成交。你的选择很明智，你最好识趣一些。若是打着坐山观虎斗的心思，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底牌也够你喝一壶。李某倒也并非言而无信之辈。随后他们商议了几句，鸿蒙身形离去。此人的鸿运命星，我必须要得到手。不过他倒也不是能随便解决的角色，既然与君逍遥有仇，那也该利用一下。就算他战胜不了，但消耗君逍遥的力量，应该可以做到。到时候，便可以黄雀在后。到时候，我便真正有资格和小师妹站在一起。另一边，那是什么东西？是噬星虫。从其身上的银色星环来看，它最少有数十万年，甚至有100万年的寿龄。对了，忘了说了，这噬星虫不仅吃星辰，也吃肉。各方势力的人都在议论，那星门背后就是星宫所在吗？这星门如何开启？这星光之桥上有星辰流转，暗合周天星辰运行之术。若是没有特殊的诀窍，踏错一步便会引来杀劫。终于来了吗？君逍遥，总算见到你了。你是何人？杀你的人。我没听错吧？此人竟然敢挑衅君公子？不对，此人身上有不死物质的气息。什么不死物质？莫非是叛族，还是劫组织？你是暗界天选者？正是。暗界天选者竟然还敢主动现身，且不说有君公子这等人物在，便是我等，也不会让你安然。他们是算准了时机。就你一位暗界天选者吗？那可远远不够。不愧是苍茫这边风头最盛的人物，够狂。怎样？我不是说了，先让我试试吗？雪莹，此人的确太过狂妄，而且我还没有尝过混沌体是什么滋味呢。阴谋，绝对的阴谋，这是要彻底围杀君公子啊！可恨，这群该死的叛徒！看来今日不仅能对付君逍遥，还能有不少额外收获。诸位，你们进入星门中，还有剩下的人，你们也快点进入。桑榆，你以元术之能带众人通过虹桥进入星宫。可是公子，不相信我吗？那君公子你，我来断后。君逍遥，想你死的人可太多了。不过，若是你连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话，那倒是浪费了我的计谋。君逍遥，
你还真是有奉献精神。你一人能对付得了我们全部吗？君逍遥，现在你若放了我族的天女，我或许还能做主，让你死得干脆一点。你们如果离去的话，还可以减少伤亡。黄金天女，你想独自一人断后逞英雄，今日不仅是你，你身后的那些人也都要死。下一刻，君逍遥单臂一震，暗界天选者，就这？果然，不必顾忌，一起上，将他解决掉。这可不是这么好当